声请出这对嘉宾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张，22岁，来自内蒙古，学生；女嘉宾小曾，24岁，来自四川，程序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歌唱得好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啊。吃个饭看人好看，就给人唱歌是吧？当时就是在朋友饭局上嘛，然后我们认识了，当时就感觉一见钟情嘛。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追她，然后私下也是要了她的微信啊。然后后来刚开始她也是不答应啊，因为她是做程序员的，然后生活特别枯燥无味嘛。厉害，写程序的啊。然后我就是每天给她唱歌啊，然后或者逗她开心呐，然后慢慢的就是她感动了，整整追了3个月，我们在一起了。哦，喜欢她吗？现在咋啦？现在说不好，就以前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做程序员嘛，然后那时候我身边的男生都是比较闷，然后正好同学聚会，刚开始对他没什么感觉，然后后来就是又是给我唱歌又找段子啊，就是搞得我那一阵儿也挺开心的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我的问题是现在怎么样？他好像说现在不好说啊。咋了？你们发生了什么呀？谁说？我先说吧。你先说。好。我想回内蒙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前段时间，然后放假，我回老家找了份兼职，然后卖房子。我刚干的话就干了1个多月，然后租出几套房子，我感觉还不错，我觉得挺好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嘛。然后后来我就让他跟我回内蒙吧，但他死活不回来。他就一点都没有考虑我想不想回去。当时我是为了他留到天津的。什么情况？我家在北京，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大4嘛，然后他专一。你是四川人是吧？对，但是我妈妈在北京生活。对。然后我妈就在北京给我找了一份挺好的一份工作，然后我当时也想着回北京，但是他就死活不让我回去。然后他就说我回北京了，把他一个人就撂天津了，就异地恋了。然后他就撒娇，各种就是耍泼。然后我当时我也吃他那一套嘛，然后我当时就想着那就天津也还不错，然后吧他当时还特别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，他说他要专升本，然后我当时就是想着他本来学习就不上进，然后因为这事儿吧他又想考个本科证，我觉得这个上进心我不能打击吧，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留天津呗，陪着他就是学一学什么的。等于人家留下来了，现在你想回老家，你这属于毕业了还是属于什么呀？我这还没有毕业。当时咱老家那个楼房的行情也不错，我想干完这一阵，然后再继续上学，然后就是请了几天假。哪是几天假？他足足快开学1个多月都没回来，他就想着去卖房子，他觉得自己就尝到甜头了，自己能挣钱了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他要辍学，他要回内蒙卖房子去。然后当时他不是为了让我留天津，他说他要专升本然后当时还陪着他学。升上去没？没有啊。但是我也努力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有私心的，我也是想让他那个多帮帮我，因为他经常上班嘛，我想以这个为借口，也是经常在一起多待一会儿，这样。他是以考专升本为借口，要让你多陪陪他。后来你怎么从内蒙就回来了？后来那你要倒问他呀，他就是把我骗回来的。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，然后我们单位同事有个男生长得特别帅，比你好太多了，然后说每天对我特别体贴，然后接我上下班，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当时我就是果断选择了爱情嘛，当时我就连夜就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上他办公室门口等他呀，等了之后她跟她闺蜜回来了，我跟她闺蜜闲聊了几句，后来我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，她就是骗我的，她总说我幼稚，我感觉这一点她比我还要幼稚。我要不骗他回来，他能回来吗？他根本就分不清哪个重哪个轻，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想一出是一出，就感觉特别幼稚。那他现在在把所有东西都想得特别简单。回学校读书了吗？对，后来我回去了。那不是没事了吗？接着回来就也不好好去实习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认识的什么朋友。他说就跟我说他要搞喜剧。我当时觉得就好不靠谱啊！你这朋友才认识多久啊？你就说你要搞喜剧。我也是很烦他这一点，就是我干什么我还没等干呢，他就说不行不行，就是否定我，就怎么都说我认为我不行。我卖房他也说不行，后来我就回来，后来我想搞喜剧，
然后那是我以前的一个梦想，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，他还是说不行。再说干这个东西哪有就是说3年5年就见成效了，对不对？咱们得慢慢来嘛，对吗？那你着急干嘛呀？啊，他就是总认为我幼稚，我感觉我不幼稚，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有我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。那你就是因为他搞喜剧，你觉得他幼稚吗？还有别的事儿，你觉得他幼稚吗？他搞喜剧就是跟那一帮朋友就天天在一起吃吃喝喝玩儿，然后谈理想什么的，他就说这就搞他的喜剧。你不是一个男生，你不懂，这都是人之常情啊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来找我，我是不是应该要请他吃饭，对不对？总不可能他大老远过来找我，我再让人掏腰包然后请我吃饭，对不对？关键是他自己本身生活费就不够，他就还要天天这样子请吃饭什么的，然后自己用完了钱吧，他自己也不说，就为了自己理想出去找个兼职，你自己挣点钱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他就是没钱了，就我吧也给他个100-200、200-300的这种。我当时是觉得无所谓，如果以后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合适了？其实谈到钱这个，我也不是说经常朝他借，就是偶尔的时候，我就是实在没钱了，我跟他张口了，然后他借给我，后期我也还你了，对不对？我俩在这个钱这方面分的挺分明的。我就是觉得不是说他管我借钱我怎么样，我就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个经济基础，他自己也不出去工作，就是说我有一个理想，我要搞喜剧。我确实是喜欢喜剧，咱俩处这么长时间，你也知道，我为喜剧付出了多少，你也知道。我每天看喜剧小品，我看到凌晨3点多，然后我就写本子写段，我有时候都不睡觉，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理解我，对吗？我就觉得他就是3分钟热度，卖房子也是，就搞喜剧也是。还有别的吗？就是还有就是，他就想一出是一出啊。他还想过哪几出啊？我不是就是做程序员，我其实天天工作的情况下，我是很讨厌别人打断我思路的。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，我说我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打扰我。就有一次，他是要考试的前一天，他告诉我他要去旅游，我说不行啊，我这几天我项目忙，我不能去。然后他就考完试当天下午就特别开心，特别嗨的给我打电话，一个劲儿打电话。然后发微信，然后我说我真的不去，我太忙了，我项目最近要收尾阶段嘛，然后我就根本出不去。然后他还一个劲儿打电话，又给我发什么就照片啊什么，就说我一定要去什么的。然后最后我就死活我不去嘛，我就有点生气。然后他就说那你不去，他自己去呗。当时我也是为他着想，他每天敲键盘都快傻了，然后我就想跟他出去玩，然后散心。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他特别忙，然后去不了。然后我就说那就算了，然后当时也生气了，然后说那我就自己去吧。当时和他借钱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没人说借钱，他刚说我从他拿钱了。哦，对，他去接着说，就是我本来已经把钱准备好了，但是我朋友那边临时出了点事儿，然后朝我借了点钱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帮，然后就是特别铁的朋友，然后我就借了他点儿，当时钱不太够，然后从他那嘎达拿了一点儿，然后后来我也还他了。不是你都没钱，你还旅行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是为了讨他开心嘛。他就说为了让我去旅游散心，我就觉得能不能就是等我忙完这几天，我项目结束了，咱们再好好出去玩。他非得就折腾那一天去。我就想那天是正好考完试，挺好的，我们一起出去玩，我感觉挺好的。我本来很忙，为什么非得折腾那一天去啊？最后他还自己去的。对，当时我就特别生气，我就自己去。都没钱，你还生什么气啊？当时反正我就感觉特别生气。然后除了这件，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次带着他朋友，然后说要过什么生日 party， 带到我家去了。我那时候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加班回去都8、9点钟了。然后回去之后，我一打开门，那满地的蛋糕，满天的气球飞，他们一帮人在我屋玩的可开心了。我当时我那个气啊，我真的就不打一出来。我工作那么累，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他还给我整这一出。当时我也是跟他打招呼了这件事儿，然后但是他可能是工作太忙吧，没来得及回我。当时我也是我朋友赶着那天过生日，然后我就也有他那个租房钥匙，我直接领朋友进去了。因为当时里面有几个女生，然后想做饭吃嘛，我想我女朋友那样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，挺方便的，也不是外人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就开始布置那些个生日什么。后来我也是也有想到他，我说等他回来下班之后，然后我们一起喝酒乐呵，挺好的。他也是减轻了一天压力，然后再加上把我这些朋友都给他认识，我感觉挺好的。再说后来
弄了满屋子都是那个蛋糕什么的。后来我俩也收拾了，我感觉我俩边收拾，然后边说说话，也挺浪漫的，就这样。就是我就想回去，我就想好好休息休息嘛。我累了，我想休息，我也不是说不想认识你那朋友，跟我也不熟啊，我去了我也尴尬呀。那你朋友我都认识，为什么我朋友你不想认识呢？请不要以这种方式让我来认识好吗？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快2年了。分手舍得吗？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他想分手，但是我不甘心，处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放不下。我就觉得我跟我俩真的圈子根本就不一样。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2个人开心嘛，在一起。结果就是越往后走，越往后走，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成长。我一天上班特别累，他还一天给我找事情。不想那么累，对吧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信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小曾，你嫌弃他不靠谱吗？现在我觉得他不靠谱。你嫌他务虚吗？你嫌他学历低吗？这个没有，要是嫌他学历低的话，我当时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你嫌他赚的少吗？不会，我自己能赚。其实你多少都有。前面说的那些，想让他去再读个本科，你全心全意的支持他，让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或者甚至最起码不要朝你去张嘴要那100-200块钱。这些所有的小细节，都多少透露着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问题。还有你，小张，你知道在爱情当中不能太自私这件事情吗？知道。从北京到天津，从天津到内蒙古，你要求你的女朋友一路追随你的脚步，仅仅是因为第一段她用的原话叫死皮赖脸，你害怕孤独；第二段你做中介卖出了几套房子，挣了一点点钱，你就让她放弃她一直以来的追求和梦想。如果她真的跟你去了内蒙古，又是下一个问题，女孩子远嫁嘛，你能处理得了这些问题吗？你跑到人家去跟我说，哎呀，也不是外人啊，他明显很生气很介意，所以别老不拿自己当外人。那是你家吗？不是。带着朋友到里面一顿造化，你完全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自己的问题，以自己的角度，而且打着为了你好的名义去旅行。就是网络上很流行的那句话呀，叫做我带上你，你带上钱啊。然后后来变成了我不带上你，我带上你的钱啊。所以无论你跟谁谈恋爱，都不能那么自私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而要把对方的前途，你们的未来放在首要的位置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有些事儿没必要，有些人不合适。祝福每一位，谢谢。一见钟情哈，明显是你对他一见钟情。那女方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当时因为我身边就是缺少这样的人，他唱歌好听嘛，然后又会讲段子，又会逗我开心，还没事跑来我学校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，然后当时感动了就在一起了。所以说女方却是因为一时的感动和被打动而选择跟你在一起，对你产生的感情是因为你偏小孩子的性格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正好弥补了他程序员这个工作上的枯燥，而并不是像你对他一样是有了一见钟情的感情。所以你们刚开始在一起的基础其实是很薄弱的，更多的成分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，而后续很多事情的出现是你自以为是的为他考虑，比如说没有经过对方的允许，自以为可以跟他可以一起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，可以升温彼此的感情，
其实事实恰好相反，女方会觉得分外的疲惫，而且更加反感你这样的行为。你是一个感性而热情的大男孩，他是一个理性而冷静的大姐姐，而且很多时候他还需要帮你去处理、去善后一些事情。比如说有一些决定他不能同意的时候，你会选择1哭2闹3上吊的方式。能选择这样方式的人的心理上一定是不成熟的。但是基于你的年龄在这，所以也不好过多的去说些什么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要怎么样去进行这段感情，而是要各自去冷静一下，给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，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时间，去好好的让自己成长，去反省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。对于你们来讲，各自成长是更大的问题，爱情可以先放一放。谢谢。谢谢。小曾，前端还是后端？后端。PHP、Java 哦，那是偏游戏构架的。没有，我是做银行这一块的。我最近跟程序员交流很多，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儿，程序员的生活乐趣啊，我是文科生嘛，和我们文科生完全不同。就是我们文科生看到流星划过呀，看到路灯一明一暗，漫天的星辰，看到一朵花开放，很开心，那是我们的生活乐趣。当然程序员对这些也能感受到乐趣，但他们更大的那种喜悦来自于一个功能的实现啊，一个 bug 被修复啊，一个数据库被优化呀，这件事情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愉悦感。我讲这点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是一个缺乏同理心的人，你的整个思考坐标是我觉得出去旅行一定是好的，所以你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。这件事情是好的，是你觉得，不是他觉得。你感受不到他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，你以为他也会跟你一样感受，这是没有同理心嘛？你感受不到他的真正感受嘛？你感受不到他在那边打代码，你知道你去打扰他，他会多生气。他好不容易有一个思路，他要把这个代码写下来，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，你打断了他，很抓狂的。你的整个思考坐标是有问题的，是我，而且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很容易改，就这件事情是很难改的，不是找到问题他就可以改了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为什么要分手？因为你还在恋爱，你已经到了做人生抉择的时候。你们的人生是有过交汇点的，但是你们的终点不是一个终点。所以姑娘你要想一想，我究竟是继续要恋爱，还是我真的要去做人生的抉择了？男生你要想一想，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做我的人生抉择？我的终点和他的终点是不是同一个终点？这个问题想通了，你们今天就很容易去做出判断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若干年前，我就是 Java 程序设计员，做网络播放器。程序当中出现缺陷，也就是俗称的 bug， 怎么办？就会一直就调试啊，找 bug， 修正的。对，它就是你程序当中的那个缺陷。就像兰溪老师所说，做程序员有的时候是挺枯燥，有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生，的确能成为生活的调料。但是他老是这样捣乱是不行的。做程序员要心中有谱，要有逻辑的结构，要有一个系统，而系统当中是不能有 bug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生活当中有很多所谓的乐趣就来自于某些缺陷，有些缺陷是必不可少的，就像一个完美的人是不可爱的，比如说花无缺，但是有点残缺的江小鱼是可爱的。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看吧。我个人认为是你可以找个理工男，两个人互相取暖，探讨工作也可以啊，宅在家里面啊也可以，倒没有必要找一个太活蹦乱跳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懂你内心的喜怒哀乐，他不能够在你工作烦忧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安静一点，也不能够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能够体贴一点，这不是他的错啊，因为他不懂你嘛，他也年轻嘛，他总认为自己执着的青春燃烧能够点燃你，但其实点燃你的方式他并不懂。
所以我认为刚才你所谓的哭是委屈，是因为不懂，倒不是哭泣这段感情。所以做好你的程序员，找一个能够更懂你一点的男生，但也别责怪他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谢老师。没事儿，就是喜欢活泼的找一个活泼的，但是找一个相对既活泼又懂你的就好了啊。那个梦想就自己坚持吧，只要不打扰别人，坚持自己的梦想没什么。好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囊真情60秒。以前是我做的太多事让你不开心，也确实我不太成熟。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以前你总喜欢听我唱歌，但是这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原谅我，像以前一样哄你开心。再让我为你唱一曲吧。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浮华是你，心灵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目光所至。我一定会改，我一定会改好的，相信我。请回吧，啊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结局吧，请开门。来。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好不好？以前确实我不太成熟，然后想的不够全面，然后让他受苦了，所以说在这儿给他道个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现在我老婆还说我不成熟的，成熟是一个相对的过程，你这个年龄不成熟是应该的，但别幼稚就行。回去吧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年轻啊，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，前提是不要让别人给你买单，自己买单这件事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据说接下来的这对嘉宾朋友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情感困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下面我们就把这对嘉宾请上来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3岁，来自河北实习技术员；女嘉宾小高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高是在表白墙上面发了个言，结果就被他追的是吧？嗯，对。那表白墙是哪儿的表白墙啊？这是我们学校的表白墙。你们学校还专门弄一表白墙？对，因为现在大学生嘛，除了学习，他还需要什么谈个恋爱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学校就有专门的这个。你们学校表白墙有多大呀？就是一个公众号，然后他的粉丝大概有1000多号人。公众号不是实体墙，是吧？不是。你发表的这宣言是什么呀？我就说觉得一个人过大学太无聊了，希望找一个有趣的灵魂，然后和我度过我的后半生。然后你就开始追人家。开始觉得他气质比较符合我嘛，然后不是你在哪上面看的气质？照片是吗？照片呀，他发了照片然后觉得他比较符合我，我就约他出来看电影、吃饭什么的然后一来二去就这么成了。这谈了多久啊？谈了1年多。1年多，现在有问题了哈。对，要后半生了，这才1年就不行了。就是我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他对我也很好，然后也很关心我，就什么事儿都考虑着我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越来越和他们的那些哥们们愿意在一块儿，就是不愿意和我待着，我心里很难以接受。要毕业了嘛，想着哥们们平时也聚不了多久了，就想着多聚一聚。他对他的哥们儿太上心了，就他有一个发小，然后人家出国了，他这发小我觉得就有毛病，就出国的时候就和他说，我走了之后你帮我照顾一下女朋友，你自己的女朋友怎么能让人家的男朋友照顾呢？我就特别不能理解，而且人家那么一说吧，他还挺当回事儿，只要那个女的一有要求，他肯定会去，就是比对我积极多了。
你真照顾啊？也不是每次都去，就是他女朋友也就生病或者搬个宿舍我去看看，也不是经常去。哦，确实是你发小委托你啊？对啊，心挺大的，还对呀、你这发小跟你有多少年啊？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发小，还是后来我俩就是小时候是邻居，一块长大的嘛。哦，还在一个大学里啊？对，关系是不错。我俩那次去看电影，然后本来挺高兴的，走在半路上，他突然和我说：“咱们把我发小的女朋友也带上吧。”我就特别不满意这个事儿，当时。啊，为啥呢？这为啥？我发小他出国了，他女朋友自己在这也挺可怜的。我想着我俩去了，把他带上就带上呗，我俩也没什么损失。然后就跟他这么一说，人家不是会更可怜吗？看着你们俩团聚，一块儿去看电影，想着他自己一个人在宿舍挺无聊的，就把他叫上吧。就因为这个，他还动手打我。但是我俩那1个月才去看了那1次电影，平常也没有那机会去看电影呀。他就要非要带一个别的女生去，我肯定很生气。带去了吗？他没有带。没带还打？是因为我生气了才不带的。那你为什么打人呢？我就揪他几下头发，那也不叫打吧？揪头发呀？他都要带别的女生去了，我揪他头发还不行。倒也揪不着。我以前头发挺长的，就是因为他揪我才剪短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以前是长发，比这长。哦。反正就他比较任性吧，总是打人，确实我不太开心。这不太好吧？但是他很过分呀，而且看电影这事儿，我觉得就挺让我生气了。后来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他没有去我家拜访，拎着东西去了他发小的女朋友家，我怎么想呀？我发小他们都要结婚了，和他对象，然后他在国外回不来嘛，他跟我说，我就说啊，你回不来我就替你去看看呗，就表达一下心意嘛。啊，然后我就去了。那你咋不到你女朋友家也表达一下心意呢？我这不刚实习，还没有正式工作，想着你也没有挣到工资，去了挺没面子的，就想着等有了工资再去。你觉得是内外有别是吧？发小那是外人，随便看看就行。我就替我发小去的嘛。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不在乎的，要在乎的话，我们俩都是一个地方的，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呀，也不必要非得找了工作再去嘛。而且他去给人家买东西的钱是他自己掏的。我哥们嘛，你给他掏钱买点东西也没什么呀。再说人家回来还请我吃了顿饭呢。他平常对我特别抠门，我俩出去吃饭的时候都是 AA 制啊。我当时想着都是学生没有钱，他说 AA 制我也能接受，但我有啥好吃的好玩的我都想着给他买。他呢，他从来不考虑我。怎么对哥们那么好，对女朋友这么抠啊？毕竟我俩现在还没有结婚，然后我们都是学生嘛，想着 AA 制其实现在大城市很多都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吧。他后来实习有了工资之后呢，我想着他这回能给我买礼物了吧？他头1个月的工资就拿去请他那帮朋友吃饭了，一点都没有考虑我。男生吃个饭怎么了？有时人家请我，人家也不说什么呀。那时候我想着给他买东西，不过那几天哥们比较多，出去吃饭1个月工资也没多少，就那样花没了。反正你所有事儿都有理是吧？确实，哥们们在一块儿，男生一块玩玩还好吧？那你明确的告诉我是哥们儿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女朋友当然重要，但哥们儿毕竟是哥们儿呀。谁更重要？女朋友重要一点吧，但是就是我和女朋友结婚，哥们儿肯定会叫的呀。我问你谁重要？你是跟哥们儿过一辈子，还是跟你女朋友过一辈子？就这意思啊？女朋友啊。在他心里就很明显，他的哥们儿更重要。就那次他有一个哥们儿失恋了，然后他自己把所有的钱借给人家去散心不说，他不够了来和我借了。我一个学生哪有钱呀？我说咱俩都不够花，你为什么要借给他呢？而且他失恋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谁还没失过个恋是吧？然后他就不听，我不让他借，他就非要借。我当时都已经和他说，你要是把钱借给他的话，那你就和他一起失恋，你俩一起去散心就得了。但是我哥们儿失恋了，我想着他挺难受，他要出去玩，他跟我说了，他想出去大理嘛，然后就想着多借他点，然后最后他还没借我啊，我自己借的我哥们儿。那你咋没让他去散心呢？你这人说话不算话，你看你这个。但是我毕竟还是挺喜欢他的。我听来也没什么吧，就是这个阶段嘛，平衡不好女朋友和同学之间的关系，没别的了吧？有。他实习的时候那段时间挺忙的嘛，几乎就不来看我，我就挺想和他在一块儿的。然后正好我要考级，我就报一个英语辅导班，然后我想着给他也报上的话，我俩就平常还能做个伴儿。他是学英语专业的，他报的啥？他报的是专8啊。我过个4级就得了，我去了根本就听不懂。
啊。关键我就想让他陪着我呀，就我给他报了班，想让他多陪陪我嘛。然后刚开始他是和我去的挺好的，每天都去。然后过了段时间就隔三差五的不去了。然后我一问他，他就和我说是加班呢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把那个共享位置打开，我看一看。我看了看他那位置，确实是在公司。我就想，啊，他好辛苦，那不来就不来吧。但是有一次他连着1周都没有去，我就想他公司这么辛苦，那我去看看他呀。我下了课就拎着水果去看他了。结果到了公司一看，人根本不在。去哪儿了？出去和哥们玩会儿。白天上一天班本来就挺累的，然后晚上再和他去上课。我是真的不太喜欢英语，我就想着我们都要毕业了，也玩不了几次了。为什么你不直接跟他说？你说我不喜欢上专八课。他这人脾气不太好，他总爱动手。你被打怕了？有点吧，就他比较任性。有点啊。就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定位是怎么回事儿。他为了骗我吧，特意和他哥们儿借了个手机用，然后把他自己手机留在公司了。主持人，你说他这样骗我，我打他几下不对吗？啊？就是他这样骗我了，我打他几下还不对吗？反正打人是肯定是不对的，至于他骗你是不应该的。而且他那些哥们儿，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人。就是有一次我俩吵架了，他一个哥们儿还在微信上跟他说，和他分手吧，他脾气这么暴躁，你和他在一块儿也不幸福。逗着玩嘛，男生一块儿。哪有拿别人感情开玩笑的？反正我觉得他那个哥们儿有问题，我就不愿意让他去。结果那会儿他毕业，成天有什么散伙饭，然后他哥们儿就老叫他，每次我都不想让他去，他就是不听我的。那哥们儿叫你不能不去啊！你说都快毕业了，一块儿出去吃个饭也没什么吧？就因为那个，他还回去让我写检讨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写检讨？这散伙饭肯定只吃1次吧？他写了个检讨，我想着就完事儿了，结果第2次又有人叫他，他又去。哥们儿那么多，这哥们儿传个局，那哥们儿传个局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你说都是哥们儿，不去多不好呀！这次不写检讨了，直接动手，又打了，又打。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，我可能也不是有意的。咱们把这些哥们儿抛开，就说点你们俩的事儿有吗？你告诉我。我们俩就因为他哥们儿这事儿，我俩就经常闹矛盾，就因为他陪哥们儿，他不愿意陪我呀。他哥们儿已经影响到我俩的生活了。听明白了，就是你跟他的哥们儿一直在争风吃醋，对吧？我不是在吃醋，我是在计较他的态度。他对他的哥们儿很明显比我上心，谁是他的女朋友呢？谁和他将来一起过呢？是吧？那说不好，现在你是他的女朋友，未来是谁我们也不知道。后面我们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是他觉得我现在对他太冷淡了，觉得我哥们儿什么都重要。现在我们都一块儿毕业了，就聚的也少了，然后也有了工作，就基本上见不了几次面。这不就没事了吗？就说他这个工作呢，因为我们俩都是张家口的，我就很希望他将来毕了业也能和我留在张家口，然后我俩一起奋斗。但是呢，他就不听我的。那天让我爸托人给他介绍个工作，然后都和人家说好了，结果他也答应了我了。然后到了面试那天他没有去，我爸就特别尴尬。我学的是电器，他给我介绍那个工作和我专业完全不对口。那你别答应他呀。那是想着他跟我说了，我就答应就答应了呗，要不人家又爱动手啊。而且就是去了干了几天干不好的话，他爸也不太好交代。而且我跟我哥们儿，我俩在石家庄都千里工作了，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。他其实就光想着和他哥们儿一起去，他根本就不考虑我。我当时都已经和他说了，希望他留下来，他就是不愿意。他现在大3，他要升大4。他大4也有实习，我说我在石家庄给你找一份实习工作，他就不乐意。但是他去上班了，我们最起码半年见不到呀，我当然不愿意呀。我放假了也可以回来看他嘛，就是也许现在关系确实有点就是俩人太近了，分开点就哪怕2周见一次也挺好的。就是他现在就想远离我，他就是想借这个借口躲着我。其实他把这个话的核心说出来了，问题的核心说出来，你们俩太近了，那你想怎样呢？我就是想让他留在张家口工作，然后别去石家庄去，我就不想让他离开我。如果他一定要离开呢？他一定要离开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，因为现在矛盾挺多的。他要再离我远点，我觉得将来我俩关系慢慢的越来越淡，就……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认为他没有把你当成世界的中心，对吧？对。更大的中心是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，是吧？对。而现在他要毕业，又要去一个跟你的规划相违背的一个地方，你有点无法接受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。行吧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化解这一段吧。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小李啊，老挨打呀。不是老挨打吧？打那么几下也不是一直打，但他就是爱动手。他打我也生气啊，但是打完了，他这人又爱撒娇，也就过去了吧。但是现在你明显今天站在这儿的态度，是一副想要逃跑的样子。
你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女朋友要如何处理，抓你抓得太紧了，对不对？有点现在。好高，他是学技术的，对吗？对，学电。你让他陪你去上英语课，那你说他要是给你报个班儿，让你去跟他学技术，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那你会陪他去吗？我会陪他去吧。不要在这里说大话，可能你会第一天陪他去，第二天陪他去，但是1个礼拜以后，你就会疯掉，因为那完全是你不懂的世界。你的父亲给他找了一份完全不对口，他也不喜欢的工作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去吗？我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的故事按照你的方式1、2、3、4、5的写下来，然后要严格的执行呢？在我听来，一个男孩和哥们儿出去吃饭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不能太自我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个男孩刚刚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来解释为什么在他心目当中，朋友比女朋友可能要重要一些。我问你啊，小伙子，你说，朋友和老婆哪个更重要一些？老婆重要啊。那刚才他说了什么？他说现在 AA 制很好啊，很多大学生都是 AA 制啊，我们2个又没有结婚。但是朋友哥们儿在他这儿现在是一辈子的。可是你显然因为你们很年轻，我觉得他说的也是对的，不一定会走到最后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珍惜眼下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处理好现在的感情就够了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观点啊。刚看你们资料的时候，看到最多的字眼就是哥们儿。刚才上来听你们跟赵川老师一番沟通以后，仍然是哥们儿出现的频率最高。在哥们儿眼里，你应该是一个很仗义的好朋友的形象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就目前发生的事情来说，显然在跟哥们儿的这个交往的尺度上和女朋友的交往尺度上，我觉得你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。就比如说你们俩去看电影，女朋友当然更想单独的跟你在一起享受那份恋爱的甜蜜，但是你可能会考虑到，这会儿哥们的女朋友会比较孤单在家里，我可能出于好心，我想要带她一起。这个点的提出肯定会让你现在的女朋友不高兴。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女孩的这个心思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可能选择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太对的。你可以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介绍你的女朋友和你哥们的女朋友认识，让他们俩成为好朋友，让他们俩单独的去逛街或者做一些女孩子之间的事情。可能这样子的话，对于你想要替哥们照顾这个女朋友，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。还有就是女孩，我会觉得你可能相对任性也主动了一些，比如说你给他一厢情愿的安排那个辅导班，比如说他毕业之后，你一厢情愿的让家里人又给他安排不对口的工作。那你这种做法，我只能认为是你们俩的这段感情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。你觉得这个男孩在眼前都有这些事情让我抓不住，那如果分开了，肯定这段感情就没有了。但其实你想错了，一段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感情，就是一定要经得起异地恋的考验。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刻意的用异地恋去考验这段感情，而是说我们各自相对离得远一点，再去看这些问题，我们可能退一步，我们的格局，我们的眼光可能会更开阔一些。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急于把眼前这个男孩抓住，其实你越抓他跑得越快。那男孩其实在对哥们儿的这个感情和对女朋友的这个交往尺度上，我觉得你应该掌握得更好一些。女孩总是觉得她不如哥们儿在你心目中的位置，所以她才会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各自来调整自己的问题吧，不要太去苛求对方了。祝福你们。我觉得其他都是小问题，有2个本质问题啊。第一个本质问题是家暴。不是只有男人打女人才叫家暴，女人打男人也是家暴。姑娘，我知道你觉得我生气，我打他2下又怎么样？像你这样揪他头发，我不知道你其他还做什么？他怎么打也掐吗？扇吗？有时候扇后脑勺。
像这种举动，如果是一个男生对你这么做，走进啪一个后脑勺扇一下，走出啪一个后脑勺扇一下，你肯定跟他分手了，对吗？你对他做的一样的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就算一个人再惹你生气，我们也是不允许向自己的亲密恋人或者将来的丈夫或者妻子动手，动手都是不对，不管是男人对女人还是女人对男人。你不改的话，未来在你的人生里面一定会形成一定的问题的啊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觉得男生身上有一个本质的问题，叫什么呢？叫分寸感。尤其是你兄弟的那个女朋友，女生生气的点根本就不是你去照顾什么兄弟的女朋友，其实本质不在这儿，本质是你对另一个异性有了关心。我不管你原因嘛，反正你对另一个姑娘好嘛，你去另一个姑娘家里面，你去照顾她，你去帮她搬家，帮她干嘛？那很简单嘛。什么叫分寸感？说有人把自己的那个女朋友托付给你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心态，他愿意托付给你 OK 的，你要照顾他也 OK 的，你照顾人家和人家相处的所有的时候，女朋友必须在，这就是分寸嘛，这不就是分寸感吗？就好像你给你兄弟借钱一样，可以的，你自己的钱 OK 的，分寸感在什么地方？不能拿自己女朋友的钱去给兄弟做利益输送，这就是分寸感嘛。所以希望男孩成长快一点，谢谢。男生准备毕业之后异地是吧？想着异地，我去石家庄工作，他大四如果在石家庄找工作的话，也就异地半年吧。那你介不介意把你的女朋友交给你的好哥们来照顾？我不想这样。为什么你不想这样？我觉得我俩在一块儿也是我对他的事情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你可以照顾你好哥们的女朋友呢？我哥们跟我说了，我也不是太去帮他忙，就是偶尔帮一下。你知道你在那些好哥们心目当中你是什么吗？第一，大概认为你是无公害的人，没有威胁。第二，大概是认为你有这样的价值，但他却丝毫没有考虑过你在这件事情上的为难。如果是我要拜托别人来照顾我的女朋友，我会拜托她的闺蜜嘛，对吧？我会跟闺蜜说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照顾一下，女生方便嘛。所以你的朋友很大一种情况下利用你内心想要做好人的心理，而你说实在的就快毕业了，不说撕心裂肺，好歹也是依依不舍。我就没见过几个毕业生在即将要分开的时候还分得那么理所当然。我觉得你心里大概是有点烦他。如果你不烦他，你为什么不希望在毕业之后依然跟他在一起呢？你有点烦他。我并不认为你对他有太多的情感需求。对于女生来说，你就不要烦他了。真爱是主动的，没有谁是被胁迫。人家都说了，毕业了你就别再纠缠我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自尊呢？你干点自己毕业以后该干的事，好不好？保持一点矜持，就这样。人都会有失位的时候，女生其实你失位了，你跟他现在的关系，你就是个外人嘛，你不是内人嘛。但是你要做的事情都是要做内人的事情嘛。你看啊，管你的钱，管你的人。男生一说他要走，我就觉得就是逃跑嘛。所以我觉得你们都冷静一下，面对自己所处的感情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还是不想和你分开的。现在我已经大4毕业了，我和哥们儿距离也少了，我希望咱俩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。毕竟虽说你有点任性，但我喜欢你也是很多方面的。我觉得咱俩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，我希望咱俩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如果我去了石家庄工作，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刚去工作就开始给你找实习，咱俩还是可以一块在石家庄奋斗嘛？你觉得呢？说爱情是弥足珍贵，现在感觉你只我还是很舍不得你的。
可是我只回忆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虽然这恋爱谈的啊，一个炙热，一个冰冷。来，请关门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有解释都已经来。也许是我以前对他太不关心了吧，有可能是我做的不好吧。记住陆琪老师说的，请记住分寸感，好吗？谢谢你，请回。就因为遇见你，没办法。其实，大学的恋爱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和过往。如果你们认真的谈过，也不要太苛责结局是怎样。